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9日晚间20点3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今天周一 A 股开盘之后啊，表现还可以，虽然有一个低开达到 0.84% 啊，但低开高走，出现了一根阳线，日线级别呢走出了一个震荡反弹，但美股这方面仍然保持不乐观啊，特别是美股的盘前合约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2209啊，它出现了一个低开之后啊，连续的震荡，目前仍然在水平面以下，也就是目前的跌幅仍然高达 0.73%。这样呢，在9点半开盘之后，道指一定会有一个低开。我们现在啊要注意的是，目前行情处在60日均线，看这个60日均线，也就是我们之前的目标位$32,000能否对行情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同时呢，当前行情当中我们出现了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悟空阴线、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那么今天有可能走出一个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我们看这轮行情道指是怎么走的呢？它是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走一轮周线反弹，周线反弹遇阻60周均线之后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下跌。那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今天这个行情呢，有可能再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的一个窄幅的反弹，有可能在这里面发生。这个反弹时间级别我们要看小日线和4小时级别的，那这里面的反弹呢，就对比特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看比特币那这轮下跌很多人会以为是非常惨烈的，但是比特币这个下跌呢，还没有构成日线级别的下跌，但低点已经看到了19540，这与我们之前预测的到达低点$1,900到$2,000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预估的一个区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我们分析它在4小时级别上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正向我们逐渐的展示出来。那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位置上，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这个变盘呢，我认为是可能是一个反弹，并且这个反弹呢正在酝酿出来正在酝酿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不是强烈看空了虽然这轮下跌呢有可能最终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它的下跌空间和下跌动能已经在8月20号左右开始释放，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那这轮行情呢，最重要的这轮下跌呢，为什么是下跌呢？因为是它要做的一个是平行的结构我们看到了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与6月份的下跌相互平行。那前面的反弹6月份到8月份的这轮反弹一定会有反弹行情与之平行一定会有这样的行情与之平行。但我们最终判断反弹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是要走出一个走出它的下跌结构出现反弹结构之后，才能判断它是反弹。那目前为止在行情上来看刚刚是有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是非常弱的今天的整体反弹幅度只有 2% 到 3% 区间那这样的震荡呢，还不足以改变它的趋势。那我们看到了，我们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也就是上面这个绿色线波峰连线我们把这个颜色切换一下，切换成黄色吧，比较好看一些。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这里面的波峰连线呢，是由5月份它在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波峰连接过来的。然后波谷连线呢，现在也是黄色线了。这个黄色线呢，是由17605低点产生之后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那么目前来看$19,000附近就有一个支撑位。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目前处在60日均线这里，那这个位置呢，有可能震荡，有可能横盘有可能在这里面发生不断的震荡。只要美股在
这轮行情当中不继续走它的直线下跌啊，那么比特币的反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特别是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震荡的结构当中，处在一个这个震荡呢是由这个波峰连线、波狗连线形成的黄色线这个震荡区间当中，它就有可能做出下面这个黄色线和绿色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动作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同前面白色线的这个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相互平行的。我们在行情当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平行关系比如说6月份的下跌和8月份的这轮下跌相互平行，那么反弹也有可能走出这样的平行结构所以呢，目前看比特币危机逐渐得到化解。那最终呢，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围绕19000美金形成4个波谷之后再次下跌，这个下跌的时间呢，我认为是在11月中旬到12月会发生这样的下跌。那比特币月也就是10月，更多的是看它能够围绕19000美金发生多空的这个震荡，这个震荡呢会非常耗费多空的动能最终呢行情不断趋于平淡之后再次下杀最终呢完成这轮熊市的第一个年度的下跌所以呢，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多空仍然都有机会现在我仍然维持的是空头的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呢，在震荡之后如果能在19000美金坚持得住的话这轮行情仍然会出现反弹机会这样的反弹机会呢，也是结构上带给我们的与之不同的是以太坊的行情我们一直认为以太坊继续下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首先呢，以太坊同步了美股，同步了比特币做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修出现低点800多美金之后走周线级别的反弹修。那这轮行情呢，它正在走什么呢？走日线级别的下跌，并且目前的这根阴线呢是处在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势力范围当中。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以太坊有可能走出唐僧阴线，这个唐僧阴线的目标位是要到达1250美金，并且以太坊这轮反弹的力度是非常强的从878美金反弹到2050美金这样的反弹幅度高过50%已经达到了125%。那这样的反弹行情下，有理由相信它有可能会做出与反弹相互对应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有这样的预期，并且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目前周线级别处在八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在上方有2重压力的情况下这2重压力呢，分别是绿色线这里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波峰连线是5月份形成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延长线的部分在1595到1650美金附近构成了1重压力，第2重压力呢在1650美金附近，这是一个弧形顶弧形顶的概念，在16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2重压力。在这2重压力的作用下，我认为以太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处在这样的下跌趋势呢，我就认为它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位1100美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就会有一个独立行情这个独立行情呢是独立下跌的行情我们虽然看到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还比较坚挺，但是呢目前它上方压力位已经非常接近了。在这轮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曾经接近它的前高，但是前高这里我们看到了它遇阻发生了回落，并且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这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我对它的预期给出了绿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就是这一波下跌是以太坊
独立于比特币的下跌，与前面行情当中5到6月份以太坊单独的下跌相互对称相互对称。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比特币能坚守19000美金那以太坊它的反弹力度会非常弱，并且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是我对以太坊的一个判断就是以太坊会独立下跌并且走这个独立行情走出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它的这轮行情的一个目标位1100美金附近。那 ETC 昨天我通知我2个好朋友做空 ETC， 大概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2点45分这2个好朋友都知道。那我是怎么做空 ETC 的呢？我用的就是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这2条均线当中呢，找到它的一个压力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昨天晚上12点45分左右，我看到这2根压力线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压制作用，它没有完成突破，随之回打下来，证明着它会围绕这个下跌趋势线继续往下走。那昨天晚上我这2个好朋友已经睡着了，但是我是持有这个仓位的最大获利是8%左右，这8%的获利用5倍杠杆就是40%的利润。那么你看用 K 线西游战法趋势理论的话结合这个均线理论是很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的，并且 ETC 的趋势明显和以太坊相类似。ETC 在这里完成了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就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如果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发生之后我们目前价格是30美金左右当前是32美金。如果下跌一半的话到达我们的目标位，我们将获利50%，5倍杠杆的话就是250%的获利空间所以呢，对于 ETC 对于以太坊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目标位在这里面，原因就是我判断它会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回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超级主力在运行的时候很容易做出这种对称性的涨跌，对称性的涨跌呢是非常伤人的，就是你怎样爱的这个人，他就会怎样给你带来怎样的伤害这个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多空的作用呢，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相互的所以呢，对于 ETC 的判断我认为它还有50%左右的下跌空间在这里面。那么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币种STG 它实际上在币安我看到有和这个 BUSD 的交易对有这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呢，我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它如果能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标志性的阳线之后，才是你进场的一个时机。那么这种次新币呢，我们观察到在昨天晚上0点到4点的这个4小时级别 K 线当中出现了这个标志性的阳线，那么紧接着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可以布局这个根据这个标志性阳线，也就是悟空阳线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它就有可能走出八戒、沙僧、唐僧，最终呢完成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的开盘价这个开盘价也就是0.76美金，这个位置应该做一个止损位伴随这个行情。那目前呢是很多干扰 K 线，这些干扰 K 线呢，我们看这些干扰 K 线都是围绕悟空 K 线展开的，都是在这个行情当中震荡围绕的这个悟空阳线实体范围之内展开的。那这些震荡我们应该忽略不计，我们只要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0.76或者0.75就是这个开盘价往下一点悟空阳线开盘价往下一点都可以设置。之后呢，伴随这个行情，我们对它有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的一个预期，走出4小时级别上涨预期之后呢，我们再在这个一轮上涨西游高点的这个位置开始减仓，减仓之后呢，就会对它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上涨预期。但是日线级别你要从哪儿看呢？你要从8月22日的这根阳线来看，这根阳线是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呢8月25日的这根阳线是八戒阳线要这么看。那在上方它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
就是在行情当中对于西游战法的应用啊，你要通过合并 K 线、切换时间级别啊、切换方向啊这个角度来对它进行运用啊。这个师傅领进门啊，修行还要靠个人。更多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根据 K 线啊，自己去想，自己去把仓位搞进去啊。在行情当中，我一直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啊，做趋势啊，找位置，设止损啊，并且呢，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不要伤害自己，保证自己的本金安全，无论是现货还是合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